中午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话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全球都在看到底川普一早看到这个发文说以伊的冲突正式协议达成了，他 congratulation， 然后这两个国家都是最大的赢家，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停火？川普宣布了之后，他一连串的各种发文，最新一个发文，他再度的发文说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了，请不要违反川普美国总统我说的话。就算就是金科玉律啊，告诉大家不可以停，不可以再犯哦。结果呢，以色列却宣布说，明明今天台湾时间大概中午左右，应该就是这个所谓停火时间要达成的。可是以色列再度表示，侦测到伊朗发射飞弹，以色列否认啊，说我们没有啊，我们在停火的时候没有发射飞弹，那到底怎么回事？以色列军方说侦测到伊朗向以色列继续发射导弹，那么大概是当地时间的10点半左右，就是下午的台湾时间下午的时候，以军发表声明，没有啊，我们以军发表说是收到了这个侦测，反而是伊朗倒过来说，以色列反而你们还在攻击我们吧，真的是互相没有人搞清楚怎么回事，到底是真的停火？全球也在看是不是真的停火之后的这种强烈回击，伊朗说我们没有做，但问题是接下来伊朗的国家新闻网主播他公开在内容里面说，昨晚就在革命卫队成功对于美国卡达基地发射了飞弹之后，才1个小时，川普就以近乎乞求的语气恳求启动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强加于我国的战争停火进程啊，好拗口，简单就是说，拜登就来求我啊，要停火协议了啦，求伊朗啊，这都是印度式的胜利。我说赢了就赢啦，就好像拜登说我说赢了啊，川普赢学就是这样啊，伊朗也说公开发文，伊朗跟以色列几乎同时来找我说要和平。那个时候我就说 It's time， 我这时间到了，就是和平的时候了。所以是你谁求谁，反正大家都说是对方啊。那有轰炸了就算轰炸了嘛，因为光是伊朗狂轰美军卡达这个基地的时候庆祝胜利，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一下。这个画面呢是在夜半凌晨23号凌晨的10分哦。哇，很多的画面，行动代号叫做胜利祝福，攻击使用的飞弹数量刚好，德黑兰还宣布就是美国先前对伊朗3座核设施投掷的炸弹数量14枚啊！你给我多少，我就以牙还牙，就告诉内部的民众说我们已经报复了，然后还产生了一些庆祝的行动跟仪式在进行，表示让美国好看。然后呢，接下来川普立刻发文说，哇，早就预料到软弱的反击，甚至他还特别在 Truth 上发的这个文说，感谢伊朗事前通知，让我们得以避免人员伤亡。那最后也的确14枚里面13枚，据说其实也有说6枚跟7枚的啦，有好多种数字哦，外媒的各种报道。就总之只有1枚落地，其他都被先防空系统给拦截下来了。那双方都在要面子，都在对内交代，真正的和平真的到来了吗？这个才是关键。那了解西方情报预估的官员是说，这次的攻击是典型的下台阶式的升级行动，大家都赢了。你说你也赢，我说我也赢，全部都赢就好了哦。但伊朗的第21波攻击是前一天。我们看到了宣布对以色列发起这个真实承诺3的时候呢，当时有15枚的导弹在40分钟之内发射了多管的各种的齐射啊。当时在约旦河西南方的军事目标、军事支援中心都蛮紧张的，所以这样互相轰炸完了，是算真正的结束了吗？各种报道分析，包括伊朗的革命卫队说，当天的袭击用了现代化出其不意的战术啦，还分析了卡德尔 H 的导弹是中程导弹，可以搭载超过2000公里左右，多弹头，具备雷达规避能力。那所以是说，你美国、以色列撑不下去，所以才要大家来谈和平嘛。所以这个和平，赖教授，我们看起来就是每个人都说赢了。只要真的和平可以到来就好，是不是真的可以熄火了，不再互相攻击？我觉得目前是3个都打累了，啊，然后都想喘一口气，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会再开火，谁也不知道。但是目前来说，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确实都有宣布了，官方宣布说停火了啊。
但是没有签协议，所以还是没有签停火协议。第一个，没有签长期或者永久的停火协议都没有，目前来讲，那就等于是等待的24小时之后，双方愿不愿意坐下来谈这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有点像小学生一样要邀功就是说他在第一时间，因为当生效时间还没到，因为他有说嘛24小时嘛，然后说这个在北京时间这个4点半的时候有一方如果停火的话，例如说以色列不再打了，那伊朗就不会再反应了但是伊朗他要在8点半把他的任务完成，然后以色列如果没有再反击，那这样的话就暂时大家都不打了。那事实上，这个等于是间接的告诉大家说，那你在这段时间内赶快打。那确实，以色列也是在他的这个规划的时间前，他对于德黑兰就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还有对于伊朗的西部又进行了另外一轮的攻击，都是同一天，但是在于这个截止生效时间之前，伊朗一样有对以色列进行反击进行攻击，但是也都在于生效截止时间之前。那之后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双方没有再违反，这个是初步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股市又回来了，那么油价又跌下来了金价也跌下来了。这是川普投顾真正关心的。对，因为川普坦白说，他几乎是股市都插在操盘，他要打之前他先放空，然后要和谈之前他再买进就他是最大的赢家反正就是他的团队就操纵股市就好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很明显嘛。好，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对于伊朗来说，因为这一场战争没有赢家，其实只有谁最输。伊朗真的是最输的，因为伊朗是被打得最惨的。伊朗本来想用浓缩铀的方法逼美国进来谈，但是伊朗本身确实没有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规定，也没有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它确实没有做核弹。但是你要做核弹，就一定要有浓缩铀。你有浓缩铀，不一定也会做核弹。但是如果没有浓缩铀，你核弹想都别想。可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在提炼浓缩铀的时候，就会使很多国家越来越着急了，特别是以色列，他就会觉得，你如果想要做，你就跨这一步就做到了嘛。那对伊朗来讲说，我没有要做，但是我提炼浓缩铀，我的目的是要逼着你美国来跟我谈。结果谈了几轮失败以后，以色列就按捺不住就打了。现在美国也打了。好，以色列说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第一个，我们已经有效的让伊朗倒退了3年，也就是说，本来伊朗再过几天就能够做出来了，现在他们被我摧毁的差不多，他要重建的话，要3年以后的事。所以我给以色列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第二个，我把他的防空系统打掉了一大半。今天在停火截止日前，他又打掉了好几架战机嘛，所以他说：“你看，我把他的防空系统打掉了一大半了，然后我把他的这个武装的人员都杀了一大半，所以我已经让伊朗的国力削弱了，所以我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这是内塔尼亚胡给自己准备一个下台阶，因为他也打不下去了。第一个，他打不下去；第二个，他也想停火。国内也被攻击的蛮惨的。那国内也被攻击，在国际上也被攻击，那在联合国里面也被谴责。安理会本身虽然还没有做决议，但是对于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谴责声音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在国际间已经被孤立了，连他的盟友法国马克龙都站起来，跟挪威的总理都直接指责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不对的，违反国际法的。所以我想，美国的这一次的行为，其实3方都不想再打，刚好有这么一个卡达出来调停，那就暂时停火，休息一下，什么时候又会恢复打，不知道。
好，其实这时间轴因为变化太快，连续剧如果突然有个新发展，但是太快了，所以很多的新闻的更新哦，都还在整个厘清当中。但至少有一件事，就是三方现在都已经发布了声明，那各自都表现了对内交代的做法，不管是以牙还牙，你打多少发我打多少发。但大家最担心美国介入之后，整个世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核武战争要爆发，至少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嘛？从头到尾都没有第三世界大战会爆发的这种情况嘛。从头到尾，俄国跟中国大陆都没有可能参加这场战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很多的说法都是有，事后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好笑。虽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可能性是很低，我觉得最后大家都累了。对，好，当然他们想要达到目标也达到。对以色列来讲，他这是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呢？这一阵子呢，你看他现在是把加沙走廊几乎已经完成了整个占领摧毁了。是真主党礼拜的真主党也被他打了，已经体无完肤了。然后叙利亚的亲这个德黑兰的这个政权，也垮台了。好，所以剩下这个源头就是伊朗嘛。他如果这些的力量反对以色列的力量，后头的那个支持都是来自伊朗，所以他把伊朗这次打得这么惨，尤其是他把核子计划破坏得这么严重，他基本上已经达到目的了。而且说实话，他也不得不停战，他也撑不下去了，因为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战火对以色列进行这么大的破坏。虽然相对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这个破坏是算是很轻微，可是对1000万住在以色列来讲，这个弹道飞弹的攻击是远比真主党的火箭，远比这个加沙走廊的用火箭的攻击要严重很多。你看最后他打的，虽然我不太了解卡德尔 H 这个多弹头的飞弹，他打到南部一个叫 Bir Sheva 这个城，打了当场打垮了一栋楼，然后同时震垮那个力量震力太大，震垮了周围好几栋。所以已经死了，大概到目前为止死了4个人，20几个人是轻重伤这样子。所以这个还没有讲海法，还没有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Tel Aviv 特拉维夫，你去想想看，那种随便2、3栋大楼倒塌，那个对他们的民心士气打击其实都蛮大的，因为以色列本来就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本身或者至少他们的父母亲，就是从德国从东欧一路这样子辗转逃亡，这么多年的1000年的迫害，最后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恢复立国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现在又开这个战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其实反战的声音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撑不下去，就经济上的破坏力量尤其大。以色列最大的财源之一是什么？是观光业，他的观光业现在还有人敢去以色列吗？没有人敢去啊！他观光业重创，对以色列来讲，还有海法港你被轰炸，你很多货物出不去进不来所以这个战争如果再拖下去，伊朗真的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话，那我告诉你，这整个的经济就不是以色列，很多国家都撑不上了。而且我觉得美国压力最终是到了，对川普来讲。他真正要处理的是关税问题关税问题现在只处理一个英国，其他国家根本还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你现在这个战争一搞下去，物价一定涨嘛，油价一定涨嘛，这油价美国要受冲击，那美国通货膨胀的结果，反对川普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他自己的支持他的主要力量都分成2派。一方主战，一方说别人的战争我们不应该介入，你自己都常常这样讲，我们干嘛还去打呢？好不容易离开阿富汗，现在又到中东去，战争何时了？所以他也觉得必须要停下来了。是，所以这三方领袖都在想怎么样保住了面子又保住里子嘛。那国内的民意也要交代嘛。那只是说大家对于川普一早发布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学会了看一看再说。他讲的停火不见得是停火，但还好观察下来到目前为止，似乎三方真的得到了和平的协议。是的，他讲的停火是不是停火？有真停火、假停火。我先讲一下，其实川普真的很有趣，手中拿个遥控器。那你们刚刚说他叫金融遥控器。
一打大跌，对不对？然后呢，停火了，又平白又涨，那个油价又跌啊。我讲跌是股市跌啊，油价涨了，相反就是油价跌，股市涨。好，但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真的是为了钱。我觉得川普一路走来都在强调，我是最伟大的，我的美国是最伟大的，一直在强调这。以前的总统都不叫总统，只有我叫做总统。那甚至拜登根本那个总统相片都不应该存在那种感觉啊。他想要拿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啊，对，那奥巴马都可以拿，他也不一定看得起奥巴马，都可以拿，我当然一定要拿。应该先拿奥斯卡。所以对啊，他什么都想拿了。啊、重点就在他讲了一个重点话了，他就讲说，我打他就是为了要停战。这个也是真的，好像是。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我自己的讲法，我不是要帮谁讲话哈。刚停了一个印巴战争，各位，印度面积大，军事强，那个量体大，结果没有打赢。为什么巴基斯坦却赢了？光一个4代机可以打掉4.5代机，原因很简单，背后有个 backup， 就中国的全套的设备，就军事设备的 backup， 所以他不会输，赢了。当然两边都怕，最后也停火了。这次呢不太一样，以伊战争，伊朗它的80倍大，军事实力差不多。当一个以攻为主，我觉得伊朗是以攻为主，伊朗的弹头，我们不要讲核弹头啦，当然以色列当然就已经人家都有了嘛，8、9、10个，但是它的真正的那个威力，像离石这些可以打2000多公里的，绝对是伊朗赢。可是以色列很厉害，它防空系统很强，铁穹，以及它最强的是一个渗透系统，叫情报系统，叫莫萨德。这是我知道的，以色列在很多地方那么小，却能赢的最地方，就他用的就是阴的地方，叫做阴谋战，就像美国的 CIA 最厉害。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呢，巴勒斯坦被打得很惨，哈姆斯打下去了，很简单，首领一下被打掉，因为摩萨德。再来，真主党黎巴嫩一下子首领被打掉。这一次呢，他打伊朗伊朗军事实力不差他要打你军事设施，那核能设施就把你打惨了。第二就是你的将领高阶将一下就把你打掉了，这都是有所谓的定点着落。那你从某个角度说，伊朗怎么那么差呀？防空系统那么差？他防范怎么那么差？就是因为是对方攻得太强，但是对方呢？那我这样讲，他的战机当然不一定输伊朗，但是导弹要真的轰炸的时候，我觉得以色列会很惨。好，重点是当美军还没进战的时候，非常清楚，伊朗就讲了，我不投降嘛。大家还记得吗？才1个礼拜前的6月15号到17号，才1天，川普就急着跑回去跟国安会开会，什么？就说要稳定2周要决定要不要跟伊朗打仗。可是你知道那么快的 GBU 这个57就被 B2 带去了，就直接的蹦就直接往那个深土就砸下去了。这个13.6万吨的这个13.6万吨的这个，所以3万磅的这种弹头打下去，当然全世界只有他们有，他也讲得很清楚，也只有美国做得到。因为这个一做到，伊朗当然就惨了。伊朗还是不想投降。那伊朗我觉得为什么会平淡？我觉得伊朗可怜啊，悲哀啊，他比较难。势均力单挑他不会输以色列，但是之前有人在讲中国会不会支持他？他们有一些关系。那俄国会不会支持他？看起来他当着无人机也去支持俄国，也不支持他，因为大家都怕美国。坦白说，这次真的美国打下去，让伊朗其实还想报复不报复。不过我现在讲这是阳的，阴的还没有完。这些所谓的神权教的这些伊斯兰，不管是刚真主党哈马斯，或者未来胡塞组织，将来还会集结，未来还会传承。我觉得这个事情阴的并没有结，阳的大概暂停一下。的确如此虽然川普剧透先告诉大家和平协议，结果呢，到底剧透之后剧情会如他发展吗？刚刚我们真的掌握不到的最新消息又来啦，又指控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他又公开宣布，指示国防军并与总统协调之后，继续执行对德黑兰的密集军事行动。因为前阵子已经传出来说，他们连陆军是不是都出动了？他现在还要继续打击政权核心跟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哇！这个停火到底是不是又没了？不知道，至少现在以色列又说打了。刚刚我们不是说嘛，伊朗他说没有，不是我们打的，那是怎么回事？其实从这一刻是在美国真的介入，很多人在赌他会不会插手的时候，川普真的在以午夜之锤的行动发动 B2 轰炸机，所谓兵分3路轰炸伊朗境内的战略位置之后呢，
包括了导弹发射的位置、弹药库、革命卫队什么发电厂之后呢，这个是伊朗出现的疑似以色列特种部队活动的影像，同步都进行的哦。以色列同时自己也进行，美军轰炸也同时进行，还有特种部队想干嘛呢？是不是所谓要进入核设施来把核弹解除的任务再如此？所以这个空袭伊朗福尔多，以色列称叫做为了封锁住通往核设施的路径，浓缩铀的位置，到底浓缩铀有没有被炸掉？这现在目前还仍然是一个谜。透过这个是23号的画面哦，以色列再发动的空袭是针对伊朗首都大爆炸。这个德黑兰投下了100多枚，说真的打得真的太惨，100多枚的弹药打击多个军事指挥中心。那指挥中心先前被斩首行动灭掉了这么多领导哈，接下来是直接把楼指挥中心继续再炸，2阶、3阶接棒人继续再炸吗？那对准的政权更替目标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川普讲出来很敏感的一句话叫做政权更替，有没有把这个哈米尼给换掉、干掉？以色列轰炸击毙这个所谓德黑兰的政治犯监狱啊、内务部啊、总部，是一个指标吗？这个重点轰炸的设施里，包括之前被关押的政敌啊，还有这个民兵组织部啊这些。想要促成政权更替的味道吗？这是外媒的很多的分析报道。但事实上，伊朗说誓言要继续惩罚，也还言犹在耳嘛。就到底现在都有没有停火，这不知道。这是23号的，还告诉大家说我们会继续惩罚，也要让美国付出代价。以色列多地的空袭警报大响，这也是事实。当时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一条道路旁边被轰炸，瞬间还出现火光，这个画面呢也惊吓很多人。我看从这个视角是从车上开车的人看到隔壁就是被炸，那到处都是。那如果就媒体的观点，我上次看到摄影棚啊，在中东的主播播到一半突然被炸逃难的画面，在 CNN 主播也有看到类似的画面，我们特别有感哈。CNN 主播在以色列连线的时候，突然碰到了飞弹袭击，他也吓到赶紧避难。透过画面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CNN 的主播呢边跑古博啊 Cooper 这段画面先听听看他边播报边跑的画面。I should just say that we're now hearing an alert. Right. Which is an indication that we. Right. So these are the alerts that go out on all of our phones. Bring your IFB box. Bring your IFB box. Just unplug it. Should we all go? Yeah, I think we should all get one. So again, you can hear the sirens going off. This is from the hotel. They're warning all the hotel guests to go down. 他算是非常还有这个所谓的避难概念，赶紧离开。但后来呢，的确一连串的各种的空袭进行当中，伊朗最高领袖、精神宗教领袖哈米尼他的发文到23号的时候还是这样，画面显示一颗骷髅头，飞弹击中的地方，黑夜的城市有如骷髅头一样，文字写着惩罚仍在继续。但现在的惩罚停了吗？哈米尼的政权是不是有垮台？包括刚刚提到的以色列，美国的总统川普的发文里头，哈米尼的政权，大家觉得如果把他先灭了啊，或者是把他真的是斩首了，不利于后续的发展。但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月刊报道的，有2名参与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遭到以色列、美国空袭之后呢，伊朗内部不一样啊，有官员考虑要把最高的领袖哈米尼给罢黜掉，密谋的是一群商人、军方政界人士，还有阿米尼的亲属、高阶神职人员所策划的。那取代他的是谁呢？有一位伊朗的末代王储巴勒维愿意主动担任这所谓的临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内鬼啊？所谓先前以色列所公布、美国所公布的这个内容，但如果是由他来取代哈米尼统治的话，会帮助所谓独裁政权的人给他特色啊。先前被抓的、刚刚被炸的这个监狱的人都可以出来啦，甚至不排除如果真的复辟成功的话，就要恢复君主制。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成功？其实哈米尼甚至因为高龄86岁了嘛，先前倒是已经先找好了可能接棒的人选。如果他不管是因为年纪已长，或者是真的发生了什么的真军事冲突里头，他已经任命好继任者。这个所谓的3人委员会要确定他的继任者，包括呼声最高的有他的儿子穆杰塔巴，还有革命领袖何梅尼的孙子哈桑何梅尼。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真的不知道和平是不是真的到来。我们新闻一直在更新啊，但随时还会有新的可能的变化。
对，因为最新的一个新闻进来是谈到说，以色列的国防部啊，这是以色列啊，他的国防部指控伊朗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射了2枚导弹，这2枚导弹以色列有发布北部地区的警报，但是也被以色列有效的拦截下来了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公布，伊朗马上否认说没有，这是你造的谣言，我们没有发射。但是以色列国防部马上说我们会对你德黑兰进行有力的反击，他马上就又炸了德黑兰。现在大家在看的是伊朗会不会再反击啊？那如果伊朗又反击，这个川普面子何在？诺贝尔和平奖怎么办？对，那个川普的的承诺啊，川普的保证，而且还在他的推文上说，这个永远不要违反我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化为乌有了，他的颜面扫地。第一个美国总统颜面扫地，刚刚讲完，哇，很开心的跟大家宣布，接着以色列指控伊朗违反，伊朗说我没有，然后现在指控你以色列去炸我德黑兰，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就可以知道双方是完全没有信任的基础。的确。那没有信任的基础，接着会怎么走呢？大家都不知道了因为现在看起来能不能够有效的约束住，其实这是一个3输的局面，没有赢家，只有谁输得更惨而已。那如果说还要继续轰下去的话，刚刚讲的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怎么办？财政怎么办？它的国防支出1个月已经烧掉160亿美元了。这个对以色列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个负担事实上是很重的。而这个战争如果再推下去的话，经济状况、还有财政状况、还有军费的支出，已经占8.8了，占它的 GDP 的8.8，这个实在是已经是太高了。那这样子一直耗下去的话，对以色列，你总不能一直靠你海外的这些侨民他们的捐献嘛？这样的一个情形也不是长久之计。好，但是你没有把地面部队投下去，你说单靠这种谣言就要把哈美尼把它推翻，我觉得这个想太多了。然后把美国所扶持养的一个傀儡政权，把它从美国带回伊朗，然后立刻就能够统治8、9千万的人，真的也想太多了。伊朗的波斯人占61%，但是他的什叶派的占90%，也就是说，波斯人还有阿拉伯人还有非波斯人，他的什叶派人都占到90%，而什叶派的精神领袖是哈梅内伊。那你要靠谁来把这个哈梅内伊把它推翻？你说靠的一些没有武装部队的力量，然后靠的一些反对的势力，靠的一些旧王族的这一些还留在这个伊朗的这些人，然后靠了海外的流亡人士，你说就这样子隔空的就把哈梅内伊推翻掉了？我觉得这想太多。哈梅内伊为什么会安排他的接班人？就是因为当初美国的总统川普说：“我知道你住在哪里。”这已经是威胁恐吓了嘛？就是说，你给我小心哦，我知道你家在哪里，旁边还安插了特工哦。对，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哦。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人身的安全上的一个恐吓，所以他已经安排3位他的继承人，1、2、3的顺位。他如果死了，第1位接任，第1任接任死了，第2位接任，第2位、第3位接任。本来还传说他的儿子可能会接任，后来名单的时候没有他儿子嘛，所以他事实上已经安排他的政权的一个移转，统治了50年，你说一夕之间瓦解，然后一个在美国被养50年的一个王储，突然间就回到伊朗，然后就要来统治这个伊朗，想太好了。当初阿富汗还不是美军守在那个地方，20年后美军溜走了，那个傀儡政权还不是就被瓦解了？先前很多国际专家在分析川普的行为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以一在美国都已经介入之后，你们还要继续打，搞不定的话，川普的做法可能会跟俄乌一样，我就不管了，谈判和平协议谈不了，我就退了，我就撤了。结果现在看起来以为出现了曙光，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攻击，川普管不了，那又是什么结局？委员，以色列意犹未尽，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确定美国的跟他自己的攻击已经彻底的或是重创了伊朗的核子设施，他没有把握。这是个谜耶，到底有没有真的炸到？伊朗也没有很笨嘛，他知道他的空中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救了飞机。所以孙子说善战者动于9天之上，又说善守者长于9地之下，他当然就往下藏啊，天上打不赢你，有在地下发展啊，这是一定的。越南当时也是挖了一大堆地道啊，就这样子的啊，所以大概是不太有那么大的把握了哈。第二个，我是觉得他真的想更换政权，他觉得这个伊朗这个政权对以色列来讲构成太大的威胁。我刚刚讲过，从真主党、加沙走了哈马斯到这个叙利亚的阿塞德的这个政权，包括南也门的那个叛军的力量，也用弹道飞弹打以色列的力量，他们认为基本上他们的支持的力量就是伊朗嘛，就是现在这个政权嘛，神权的这个政治嘛，所以他希望把它更换哦。这个坦白讲不太容易了哈。不太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刚刚有一件事要讲而没有讲的，就是说，伊朗其实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用的。我们刚才讲卡达尔 H 这个多弹头的飞弹，看起来他在最后才拿出来用，杀伤力很大，最后才拿出来用。他一开始讲说有高超音速飞弹，高超音速飞弹表现的并不好啊。你看大部分90%几的飞弹都被拦截了，那你说它的用处不大。可是这个卡德尔 H 这个多弹头飞弹一来，你看我刚刚讲在这个比尔谢巴，马上就打掉一栋大楼，再把旁边几栋也震垮了。我想可能是多弹头同时击中也不一定啊，击中一个主目标，旁边大概也被击中，这个我们不晓得了啊。不过如果这个战争再持续下去的话，我想先问了一件事，就伊朗，你竟然有这么好的多弹头飞弹，你为什么先前不拿出来用？你到最后1秒钟才拿出来用，是什么原因？是你的量不够，或者你不想跟对方把仇结这么深，还是刚刚收到，对不对？不知道，不是，或者是说你现在才想通，说我留在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手段，我现在开始用。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如果进入第二阶段，现在大家要谈和。然后没有办法谈成，然后再恢复这个战争的话，我认为伊朗可能把以色列搞得很惨也不一定。如果他真的他的多弹头飞弹，你不要说有很多，哪怕只有个60、70枚、100枚，他把它都打向以色列的话，这以色列大概就有重创。我觉得以色列这方面大概也会有所顾忌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啦，这个战争其实严格讲起来，跟川普有关，也跟他无关。以色列硬要打，川普也挡不住。川普真的要狠狠的教训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敢打，所以某种程度他们两个人是相乘相合，共生。对。所以的确伊朗真的是有留有余地的，包括轰炸的手段，包括连封荷姆斯海峡。我想说那个时候军事已经打成这样了，还要经过国会同意，还要国安委员会，那显然都是在留余地进行更进一步的和平协议的可能。聂老师是有余地，但有余地没有用啊。就我的角度是这样，一个霸主这么厉害的美国，只要出来，他还是会怕了。他之前不投降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他有一些力量，他的弹头那个飞弹、那个导弹的力量的确是比以色列强，不管是多弹头或者之前的尼斯等等的。当然，之前我觉得还有这个以色列，它的防空系统其实也蛮强的。据我所知，它有3道的防空系统啊，就是它拦截力其实蛮强的。那他也怕量有限，被打了以后量不多的话，像我们都不知道它有多少嘛。刚刚这个讲得很好，就我觉得他也会担心他的东西不多，所以他留在后面。你知道，这个我们有时候跑马拉松就是体力撑到最后再冲。好，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次还是一样，就是因为川普的介入，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川普介入的话，我刚才讲单挑的话，因为伊朗真的不一定会输嘛，地这么大，大你这么多，人也比你多，那当然他的攻击力量也不差，当然你的防空系统也要用其他的这个弹头去打掉啊。其实以色列也伤得很重，每次为了防空，你也伤得很重，所以这么小一个以色列。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赢，而且他之前赢的那一部分，我跟你讲，情资系统的莫萨德东西，他打掉人家的高阶将，打到人家核武设施，他该之前在前置作战他已经赢了，但后面就不一定会赢，伊朗会赢呢。但是重点是美国来，所以美国一进去说我们赢了，所以美国因为一出来，伊朗不投降，但是也是会怕，
所以才会说再打下去，或者说阳的再打下去，它就很惨，所以一定要表面停火。所以我刚刚讲到阳和阴这两部分，但是我必须声明，就是说你刚刚讲到的很有道理。你看多少次的战争蛮类似的啊，那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战争，当然美国都扶持了一个刚刚讲的傀儡政权嘛，这次也有，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一样，真的神权，刚刚讲神权政治，真的它的位阶太高了。从何梅里到哈梅里，当然他现在说你知道我在哪，因为他们情报系统的确很强，知道就算把我打了，我们还有3个我选定的，当然包括自己的儿子或者哈梅里的孙子。他认为这个力量是可以绝对可以让刚刚讲到，不管甚至南边刚刚讲也门的胡塞组织，或者刚刚讲真主党，哈马斯全部集结到未来玩阴的，就会出更大的未来的这个灾难哦。所以我在想说，现在呢，还是一句话，就是美国现在还是很担心，因为美国还是在想这件是川普讲出话，好像要停火了，是我造成的，我让大家停火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在阴的都没有完，就像刚刚讲的，虽然停火，以色列好像还想打，刚也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意犹未尽，以色列绝对有怨，他还是担心嘛。你核能真的毁灭掉了吗？砸进去以后，他80-90公尺，他不会移走吗？他之前不会稍微，他也知道你要打呀。那就像美国也知道你会打卡达那些军事基地，所以他也把了他们的军人也已经都先把它疏散，所以才没有伤亡。我觉得一样的道理，以色列也想打，因为他不认为他有完全打到伊朗的要害，他一定要不然就把他政权换掉，所以以色列也会攻，伊朗阴的里面也会集结，将来还会反击。这场战争只有3个角色吗？只有美国、伊朗跟以色列吗？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当双方打得如火突突，还没有听到什么和平协议的契机的时候，当时是在普京在莫斯科见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哦。第一时间，阿拉格齐最早在川普发那文的时候，也是他说没有任何协议哦，也是他出面曾经第一时间否认的。他当时在见了普京之后，就严词谴责美方叫做无端侵略，还指责美国这个行动是受以色列煽动。他指的行动当然是 B-2 轰炸机介入战争的这个决定。其实当时美国本土很多民众都担心911那个恐攻的危机，随时会不会又有这种恐怖攻击的可能再来。当时普京强调两国关系深厚，坚定支持伊朗人民会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方。但伊朗的球员，当时普京会晤的外长呢，最高领袖哈米尼在信中递的这封信啊，寻求普京给予更多的援助。这个援助是什么？但现在呢，看起来回头再来看，是不是所谓的伊朗核武梦碎？这真的是一个谜。因为伊朗有没有能够及时转移材料呢？那B-2轰炸机是炸一炸啊，过场做样子，实际上炸的到底有没有核弹？当时还有否认的。那这个浓缩铀有没有被炸掉？美国情报局的单位是说没有，反而存了更多进去吗？伊朗其实没有转移掉这些浓缩铀，反而还把更多的核材料移进遭炸毁的福尔多核设施吗？虽然川普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开讲，那个如果是我情报首长讲的话不准，我讲的才对，这个仍然是个谜哦。还有伊朗受空袭之后更坚决永和，关键在消失的这400公斤的浓缩铀到哪里去了？各种专家说，他要制造核武，可能多久制造出来？科学家也被炸了嘛？但有专家认为最快1年，关键在上周不知所踪的409公斤%浓缩铀下落不明。CNN报道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在美国轰炸之后只受了皮肉伤，空袭前是长这样。空袭后看起来没有错，炸得蛮严重，但毕竟是在地底下，有没有炸成呢？专家认为，如果袭击结果只有这样而已的话，地底隧道将仍然保存，不会受到影响。那伊朗还有更多秘密核设施吗？伊朗官员讲的，生产更多接近核弹等级的铀，而且在地下深处仍然开设了第3座的核浓缩基地。美国民间原能研究机构甚至指出，该设施呢可信可以在3个月内生产制造足以制造19枚核武的原料。当然，这都是在和平协议出现之前就要讲它很危险、万恶。很危险，必须要立刻把它灭绝不可。但现在会不会说法不一样啊？这个川普的说法一直会在变的，我们
持续观察。但伊朗本来要做个动作，这个倒是美国非常担心而不愿意乐见，就是封锁荷姆兹海峡。我们说，川普投顾最关心的当然是美国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害，而如果用这一招的话，这个邮轮船东资深船长们说，伊朗各种选项要扰乱荷姆兹啊，包括水道上布置水雷，用伊朗本国船只等等，都有可能长时间封锁这条海峡，对于全世界产生的能源的危机就会很大。包括2艘超级邮轮受通讯干扰紧急掉头都是发生的状况。但我们就在讲啊，当时呢，其实明明在国会通知之后呢，本来国会通过要封锁之后呢，国家安全委员会迟迟没有宣布执行，到底为什么？而他们的美国外长很罕见的，还对外国务卿还公开的宣布呼吁中国大陆赶快介入，阻止伊朗把这条海峡给封掉。当时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是这样说的：波斯湾附近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能源的地区，要防止地区区域动荡对于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他会呼吁加大努力阻止冲突，让冲突可以降温，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呢？那伊朗石油出口分析指出呢，因为经济受创，美国一直讲啊，受创最深的未必是中国，而是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呀。所以这些能源中断对于这个海峡，美国很担心。但其实如果伊朗真的掐住荷姆斯海峡的话，包括了南韩还会派什么青海部队保护邮轮呐，伊朗扬言关闭，泰国还有能源部紧急召开啊。其实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为什么又说美国又要发大财的呢？这个川普喊所有人必须要降油价，真的是很少看到一个总统，也是美国的总统，一下子要股市涨，一下子股市跌，连那个油价要涨要跌也是他来喊，还真的下跌了，油价下跌，就连和平喊话，他发动攻击了，结果油价真的跌了啊！我在看着，你们现在正中敌人下怀，不要这样做。CNBC 指的川普这个贴文没有明确指出对象，但是马上发生效果了，这个油价立刻下跌，回落到每桶80美元以下。那今天呢，和平协议传出来，美股大涨，油价也跌了，这是川普投过的发威。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有出来呼吁，希望说中国大陆介入啊。他说大陆要进来帮忙啊，因为如果伊朗真的布水雷，或者是在这个阿拉伯海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油轮，那进行这种短程的导弹的攻击，那已经造成了很多油轮它为了避险，它不进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太危险了，所以他要不就是进去以后马上出来。一般的已经有看到几个大的国际的公司是不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对国际的油价会造成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影响会最大，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来介入。那很明显的，卢比奥对于大陆的能源政策了解不够多，因为后来就有很多的分析家就出来说，你没有看对问题哦。因为大陆在油价很低的时候啊，它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储油槽，而且它把战备储油槽都填满了。以往战备储油3个月，可是他们估计中国大陆的战备储油至少6个月以上。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战争也不会拖到6个月以上。因此，如果说真的伊朗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话，中国大陆可以启动它的这个自己的储油槽，更何况它跟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还有它的绿能，还有再生能源源源不绝。那所以他认为大陆影响并不是这个卢比奥吹的那么大，而且大陆自己更清楚知道自己的家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像东南亚的新兴国家，他们因为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很大了。像印度也是啊，也是能源需求大国啊，还有日本、韩国都是需求大国，所以事实上反而是这些国家的影响会更大。但是问题是在于大陆本身会不会介入？大陆的立场跟其实俄罗斯的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强烈的谴责美国跟以色列的侵略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为，但是还是希望有所节制，不要让战事外溢，不要让战事扩大。我想大家的态度一样，所以当美国特朗普宣布说伊朗跟以色列停火的时候，俄罗斯也表达欢迎，中国大陆也表达欢迎，我想这态度就很明确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以战争当然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以色列又说遭到攻击，没有要停的意思，但现在到底浓缩又有没有被炸掉，也仍然是个谜。委员，我的直觉里面，我在金门当了兵，所以金门的这个隧道我并不不陌生，并不陌生哈。他如果说真的这个隧道建得够长，而且呢，它有转弯的这种设置、隔离设置，就一方面它是一条隧道，一方面它有做一些安全的隔离。对，所以呢，你这个虽然你这个什么 bunker 这个 buster， 那叫钻地飞弹，你钻进去的时候，你爆炸的时候，你不是整条隧道你都可以摧毁的，它一定会做一些隔离的那个措施嘛，那个建筑嘛。所以你的震波到那里以后就被挡住了。那在另外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安全的。所以你不能说毫发无损，我是不相信的啦。这么大规模的攻击，而且先前以色列就已经攻击了很多次了。那他这一次呢，再用这个钻地飞弹去打他炸弹打他，而且高达3万磅啊，那是好大的一枚炸弹啊！而且又发射战斧飞弹去做一些攻击。我认为它的核子设施，地面的，尤其地面的，大概都摧毁的差不多。地下就看我刚刚讲了，它的隧道的工程建造的能力如何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你说完全摧毁，我认为不可能。但是这件事情，你会让伊朗更想要加速完成它的核子弹的这个研发，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它可不可以不经过试爆就制造出核子弹？我不晓得。你看现在像美国啦、中国大陆啦、俄国啦，他们都没有在进行试爆了，不管地下还是空中都没有。为什么？他们已经用电脑就可以在模拟哦，做这个在上面就可以做一些试爆。对，委托俄罗斯。对，所以现在因为他是第一次做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先经过试爆才比较有把握？不晓得。但这种东西对伊朗这样一个国家，你是挫折不了他了，而且他跟以色列比气场。它的人口是以色列的8.8倍，它的面积是以色列的58.51倍，所以它是一个大国，所以它跟你比气场，你可以重创我，但是你无法消灭我。这政权的更迭，我觉得那是 wishful thinking， 你想都别想了。我认为以色列那个也只是讲一讲而已啦。伊朗现在你把它炸得这么惨。他们整个民族主义都起来了，不可能更迭，不可能，不是一般的政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伊的和平现在仍然非常脆弱，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平？但俄罗斯的角色呢？ OK， 我觉得很有趣啊，我把它拉高一点讲哈。你这样，我觉得川普和以色列呢，也是有一种状况，就是以色列像是川普的亲属，不要说自己的孩子，他出去打架，跟人家打架打久，他就想帮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非常偏宠以色列啊。光哈佛大学对犹太人的保护你就知道了，整个美国的环境，律师、医师，还有各种那个重要的商政界，其实犹太人真的打得很多。谁是爸爸还不知道。因此，以色列他非常的偏宠。所以伊朗不管是谁对谁错，他绝对帮以色列。但是重点是，伊朗也有后面的帮忙者啊，但是他不是亲属，是兄弟。他有一些兄弟中俄伊常常军演不是一起吗？世界还有人在分析未来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和这里来比谁赢谁输。就你发现这次俄国也不出来，而且他当时在俄乌战还去支持你无人机。俄国为什么知道你伊朗力量不够？他刚把你的，如果你也把俄国带进去，俄国也会很惨，他也不敢。中国这次也不出声，即便是出事了，你失利了，我的油可能会出问题，但是他也不出声，因为他们都会观察。所以我觉得兄弟之情还是没有亲属之情这么深啊。